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哦。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但同时也非常残酷的话题。我们要来深度解析一支在 TED 上观看次数已经超过3000万次的超狂演讲。主讲人是一位做了10年模特儿的 Cameron Russell， 他就直接站在台上，亲口告诉全世界，外表不是一切，相信我，因为我就是模特儿。准备好了吗？这支影片可能会彻底颠覆你过去对时尚圈，甚至是对美这件事的所有想象。好的，我们直接切入整场演讲的核心。一开始 Cameron 就丢出了这句可以说是非常震撼的一句话：形象有力量，但形象也是肤浅的。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哦？又有力量，又很肤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它却精准地揭示了整个时尚产业，甚至是我们这个社群媒体时代最重要的运作逻辑。你想想看嘛，我们每天滑手机，从 IG 到小红书，是不是就不断地在被各种精心打造、完美无瑕的形象给轰炸？但这些光鲜亮丽的形象背后，真实性到底有多少？ Cameron 接下来就用了一个超级聪明的现场示范，让我们亲眼见证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一上台的时候，哇，那个气场真的不一样。他穿着一件非常紧身的黑色洋装，踩着一双超高的高跟鞋，完全就是我们脑中刻板印象里超级名模该有的样子，对吧？性感、时尚，但同时也很有距离感。但他接着就说，他觉得这样穿其实很不自在。然后就在全场几千个观众的注视下，他弯下腰，脱掉那双吓人的高跟鞋，接着从旁边拿起另一套衣服，一件看起来很舒服的宽松毛衣，还有一条过膝裙，就这样直接在台上换了起来。整个过程不用10秒钟。重点来了，他换完装之后，抬起头说：“你看，我很幸运，我可以用短短10秒钟的时间，就彻底改变你们所有人对我的看法。”哇，这真的太聪明了。这就是形象的力量，同时也是形象的肤浅。从一个遥不可及的性感名模，变成一个看起来知性有亲和力的演讲者，这中间的差别，竟然就只是一套衣服。这个动作也为他接下来要亲手拆解的模特儿圈4大迷思做了一个最强而有力的开场。好的，我们来看第一个迷思，这大概也是所有模特儿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你是怎么入行的啊？我们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很自然就会想象，这背后应该有个很励志的奋斗故事，对吧？可能像是他参加了无数次的试镜，被拒绝了几百次，但还是不断努力精进自己，最后才终于被看见。但 Cameron 给的答案，说真的，可能会让你有点错愕，因为他直接戳破了我们对这个行业最美好的幻想。他说，以前他都会用很制式、很官方的答案来回答，我是在路上被星探发掘的啦。但他也承认，这个答案其实什么都没有解释到，所以他决定在 TED 这个舞台上，他要说实话。他说，我之所以能成为模特儿，是因为我中了一场基因乐透。哇，你听听，基因乐透，这不是靠努力，不是靠才华，也不是靠什么坚毅的精神，纯粹就是运气好，中了生物学上的头奖。而且他不只中了乐透，他还说他继承了一份遗产。这个遗产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它几乎解释了整个产业的游戏规则。这份所谓的遗产，其实讲白了，就是过去几百年来由西方社会主导，然后逐渐扩散到全世界的一套非常狭隘的审美标准。它包含了2个层面。首先是生物性的，像是看起来健康啊、年轻啊、五官对称，这些是跨文化共通的。我们人类天生就会觉得这些特质有吸引力，这很正常。但更重要的是第2层，也就是文化和历史建构出来的标准。那是什么？就是高挑、
纤瘦，充满女性气质，还有最关键也最敏感的一点，就是白皙的皮肤。Cameron 非常诚实地说，这整套主流审美观根本就是为她这样的白人女性量身打造的。所以他说，他过去10年当模特儿所赚到的每一分钱，其实都只是在兑现这份他与生俱来的遗产而已。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真的有这么夸张吗？现在不是都讲求多元性 body positivity 吗？也有很多很知名的黑人模特儿，像 Naomi Campbell， 亚洲也有刘雯啊。Cameron 也知道大家会这样想，所以他直接拿出数据，数字不会骗人。在2007年，纽约大学有一位博士生做了一项研究，他去计算了当年纽约时装周伸展台上每一位被雇佣的模特儿。结果是什么？在总共677位模特儿里面，只有27位，也就是连4%都不到，是非白人。你看看，96% 对上4%，这个差距真的非常非常的惊人。这就证明了他说的那个美的遗产，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或抱怨，而是一个血淋淋的真实的产业现实。所以当有小女孩跑来问他说，我长大以后可以当模特儿吗？他心里真正想说的是，你为什么会想当模特儿？你明明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啊！你可以当美国总统，你可以当下一个网络的发明家，或者是一个会写诗的忍者心脏外科医生，那不是超酷的吗？如果那个小女孩还是很坚持，她就会说，那这样好了，你就来当我的老板吧，因为模特儿本身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但你可以当 Vogue 的总编辑，可以当 H&M 的 CEO， 成为那个制定游戏规则、拥有话语权的人。最后他用了一个绝佳的比喻，说你长大想当模特儿，就跟你说你长大想中乐透、威力球是一模一样的事情。这完全不是一个你可以靠努力去达成的职业规划，它彻头彻尾就是一场纯粹的运气游戏。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也是大家最好奇的迷思，那些杂志上的照片到底修图修多大？ Cameron 的回答非常直接，他说，对，每一张都修过，但他马上补充，修图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一张照片跟他所呈现的现实之间那个鸿沟，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巨大。他秀出了他人生拍的第一张模特儿照，是一张比基尼照。你看左边这张照片，里面的他看起来很成熟、很性感，对吧？身材曲线也很好。但现实是什么？他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甚至连第一次月经都还没来，就还是一个小女孩。摄影师一直叫她弓起背，把手放在旁边男模的头发上，但她其实超级不自在。为了证明当时的她有多青涩，她放了几个月前跟她奶奶的合照。你看右边这张，就是一个很普通甚至有点腼腆的小女孩。这2张照片，你敢相信是同一个人吗？他继续举例，像是这张他为法国 Vogue 拍的照片，看起来超时尚、超有距离感，好像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但拍照前几天，她人在哪？她其实只是在朋友家参加睡衣派对。还有这张 V 杂志里面酷酷的她，但现实中她不过就是高中足球队的一员，每天都在球场上流汗奔跑。这些对比真的非常非常的强烈，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在杂志上看到的那个形象，跟这个人真实的样貌根本就是两回事。所以他下了这个结论，这句话真的非常关键，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照片根本不是我的照片，他们是建构出来的产物，他们是由一群顶尖的专业人士，发型师、化妆师、摄影师、造型师，还有他们所有的助理，再加上完美的灯光、精致的场景，经过了前期的制作跟后期的修图，大家合力打造出来的一个幻象。照片里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永远不可能看起来像杂志封面人物，因为连封面人物本人都长得不像封面上的他。好的，我们继续看下去。第3个迷思，大家也都会问，当模特是不是可以拿很多免费的东西呀？ Cameron 承认，他家里确实有很多根本穿不到的8寸高跟鞋，但他说那都不是重点，他真正得到的免费好处是那些我们平常不太愿意公开谈论的东西，也就是因为他的外表而来的一种看不见的特权。他分享了几个他自己的故事真的蛮夸张的。
有一次他去店里买东西，结果结账时发现忘了带钱，店员歉然就笑笑地说没关系，然后直接把那一件洋装免费送给他。还有一次，他10几岁的时候，跟一个开车技术超烂的朋友出门，结果那个朋友闯了红灯，马上被警察拦下来。结果呢，他们只对警察说了一句“对不起，警官”，警察就挥挥手让他们走了。你听听，这些事情真的很夸张，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换成是你我去买东西忘了带钱，或是开车闯红灯，有可能会得到一样的待遇吗？我想几率应该很低吧。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他说，我得到这些免费的东西，纯粹是因为我的长相，而不是因为我是谁。这是一种完全不劳而获的特权。但故事还有另外一面，这也是这场演讲真正深刻的地方。当他因为长相而得到这些好处的同时，有另外一群人正因为他们的长相而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他住在纽约，在他演讲的前一年，纽约市有14万名青少年被警察执行一种叫做拦截搜身的盘查。在这14万人当中，你听听这个数字，高达86% 是黑人或是拉丁裔。而当时纽约市的年轻黑人跟拉丁裔男性总共也才17万7千人，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对他们来说，问题已经不是我今年会不会被警察拦查，而是我这个月会被警察拦查几次。你看这个对比有多强烈，一边是因为长得对，闯红灯都没事，另一边是因为长得不对，只是走在路上就要被当成潜在的嫌疑犯。这就是外表特权背后血淋淋的社会不公。最后，我们要来谈第4个，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最普遍的一个迷思，那就是我们很多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觉得如果我能拥有模特儿般的身材和脸蛋，如果我变得更瘦，头发更亮丽，我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快乐、更有自信？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Cameron 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答案。他说，在镜头前面，模特儿们都会说，这份工作很棒啊，可以到处旅行，可以跟很多有才华的人一起工作。这些都是真的，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他们从来没有在镜头前说过的是，其实我很没有安全感。他接着解释，我之所以没有安全感，正是因为我每天每一刻都必须思考我的外表看起来怎么样。这个行业，甚至是我们整个社会对外表的极度关注，并没有带给他自信，反而让他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全感之中。他甚至说，模特儿们拥有最细的大腿、最亮的头发，但他们可能是这个星球上对自己身体最没安全感的一群女人。这种因为外表而来的不安全感，并不仅仅限于模特儿圈。Cameron 在准备演讲的时候查到了一个数据，非常惊人。在美国，有53%的13岁女孩不喜欢自己的身体，这个数字已经够高了，对吧？但到了17岁，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78%，将近80%的17岁女孩不满意自己的身体。这个数字真的很可怕，这就代表整个社会所推崇的那个由基因乐透和专业团队建构出来的狭隘又虚幻的审美标准，正在对绝大多数的年轻女性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当我们拼命追逐那个不可能达成的完美形象时，我们也同时在深深地伤害自己。所以听完这一切，重点到底是什么？Cameron 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去抵制时尚产业，也不是要我们去讨厌模特儿。他真正希望的是，透过他第一手的极度诚实的分享，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坦然地去承认和面对形象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你生活中的成功或失败，有多少是来自于你真实的内在跟努力，又有多少其实是来自于外在形象所带来的红利或是惩罚？这个思考的过程是我们挣脱单一审美标准绑架的第一步。好的，讲了这么多，我们来快速整理一下今天最重要的3个核心概念。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形象是个双面刃，
它既有力量，又极度肤浅，可以瞬间改变别人对你的观感，但它同时也是被刻意建构出来的幻象，跟真实的你可能完全是两回事。第二点，所谓的模特儿事业，成功往往不是靠努力，而是中了一场基因乐透。这背后更是一趟充满偏见的、历史悠久的美的遗产在运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外表带来的好处其实是一种特权，它常常掩盖了更深层的社会不平等。有人因为外表轻松过关，就代表有另外一群人正因为外表而处处碰壁。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生活，你曾经因为外在形象而感觉到成功或失败吗？这些感觉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只是我们被这个社会的标准给影响了呢？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都花点时间好好的想一想。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